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5月21号。因为昨天也临时有事没有直播，所以说今天临时加播一次。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半，也就是现在到12点，只有半个小时。那么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那么可以把你们想要提问、分析的标的打到直播间里面来，最好把这个英文名字和代码，英文名字或者代码，这样的话不会漏看掉。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现在大盘，这样的话大家回看的时候，可以看就当录播了，对吧？毕竟今天可能知道这个我做直播的可能不多，我们简单说一下大盘。那么现在这个大盘呢，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周线，我所有的这个分析都有这个水印儿，后面都有周期的。那么这个周线上现在又出了一个高点，本周最高点在5908，5908是最高点。那么这个周线上现在已经到了前面这个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现在这个中轨的位置，对吧？你会发现这个虚线是这个中枢的中轨，现在还没有上去。那么在周线上还没有出现顶分型，周线上还没有出现顶分型，任何的转折都要有顶分型，在底的话也有底分型，对吧？任何的转折都要有顶底分型。现在在周线上还没有顶分型出现，现在周线上没有顶分型，需要下一周。本周是一个下周周一的话是假期，这个 Memorial Day 就纪念日。然后所以说是个短周，那么看下周4天时间能不能够打出一个顶分型来。你想要转折的话，得要顶分型啊，对吧？所以说没有顶分型，你就可以不用那么的惊慌，毕竟大周期上还没有出现转折的迹象。你也像这样的话，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的也可以，那么也是要等到下周才会出现。我们看一下4835到这个最高点5968这一段的内部，因为在周线上只有一笔，没有更多的信息。这里是有一个跳空缺口的，这里这个裸 K 看裸 K 的话有一个跳空缺口，如果说它要往下来的话，那就会把这个跳空缺口补上来。而且这个跳空缺口啊是在周线上，周线上的缺口一般都会被补掉，一般。那么如果说补掉的话，那个缺口是在5719，我们看一下5720吧。5720附近，如果说要补掉缺口的话，然后周线上有缺口，代表着日线上也有缺口，那么日线上有好几个缺口，那么就应该是这已经是第3个缺口了。我们看这个裸 K， 第1个缺口，第2个缺口，第3个缺口。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缺口有一般有3种，第1个缺口不一定是这个位置，就是相对的低部的缺口都是突破型缺口。那么这个中间这个缺口一般是叫中继型缺口，最后一个缺口一般是这个衰竭型缺口，也有可能出现，如果说趋势特别强的话，尤其是在一些小盘股里面，它有可能出现4个、5个、6个缺口都可以，对吧？那么在大像标普这种大的这个指数上出现3个已经比较少见了，现在已经第3个缺口了。那么看这个第3个缺口，一般这个中继的和衰竭的都会被补掉。那么看一下这能不能够被补掉这个缺口，如果补的话，下面的空间还是很大，毕竟从4835涨上来这段上涨也是出乎了很多机构的一个预料。当然了，什么时候补缺口或者说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人知道，你只能是一点点跟，它也可以是一直往上慢慢爬，突破前面的历史最高点6147，然后再掉头，对吧？也可以。现在目前市场上消息面东西并不多，不知道市场在这里应该在等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英伟达的财报。英伟达的财报呢，刚好是应该是在下周三出财报。那么英伟达的财报现在因为整体最近或者说最近1-2年吧，这波上来从应该是从23年的时候，或者说从22年，应该23年这波的时候，全都是 AI 带起来的，也就是英伟达带起来的 ，OpenAI 这些玩意儿，对吧？所以说英伟达的财报对市场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到下周3之前，如果说国债那面没有什么幺蛾子的话，
现在市场上没有出现快速下跌的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因素。这是我们简单这个利用英伟达这个财报简单的这个说一下这个时间。毕竟这个时间就是这个 timing 在这个股票里面或者在我们炒股交易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下周三的话，看一下下周三之前它是在这里横一下，还是先蹲一下？是要先蹲一下到200天和120天之后再起来，还是怎样？现在不知道，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更小周期，就是结合了区间套。那么这个更小周期1小时上，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它的结构了。现在我们再复习一下，从这个4835起来之后，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第三个中枢、第四个中枢，已经有4个中枢了。因为第一个中枢和第二个中枢有接触，高低点有接触，中枢升级了，意味着这个中枢的级别变大了。这个中枢的级别变大了，那么这个这后面这2次回落还是3买，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在模型里面，我之前已经说过。我们再复习一下，现在是什么模型？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大中枢，那么前面这里是进入段，然后这里后面全都是离开段，也就是小 B 段，模型里面的小 B。那么第一个中枢也就是第3个中枢是 B 中的大 A， 现在在做 B 中的大 B。你一定要非常熟悉这个模型，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对应上现在的这个走势图形，在模型里面它在处于什么位置，你这样的话才不会迷失在每天的这些微小的波动震荡里面，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在做 B 中的大 A 中枢，小 B 中的大 A， 小 B 中大 B 啊 ，sorry， 小 B 中的大 B 中枢。那么小 B 中大 B 中枢结束之后呢，这个中枢结束之后，看它是要围绕这个中枢继续震，是说也要震出来9段。如果说它能震出9段来的话，升级，那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中枢9段，那么下面这个是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这个扩张升级，那么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这是大 A， 这样的话这个是大 B， 中间呢就变成连接段了，也可以，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这不是形成了 B 中的大 B 吗？小 B 中的大 B， 然后可以上去，然后再回来，然后在这里再做出来一个中枢，也就是说这里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形成一个扩张，那么跟下面那个大 A 扩张的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大 B 中枢，也可以，对吧？市场怎么走都可以，但是你要把它的后期变化，你要用完全分类的这种方法分类出来，你这样的话就好对应了。现在这个小 B 中枢还没结束呢，现在这个小 B 中枢还没有结束，为什么说它没结束呢？因为现在虽然说有底分型了，这个3笔也出来了，但是第3笔它可以没结束，就是第3笔的下跌，虽然说现在出现了底分型，它可以是一个中继底分型，继续往下跌也可以，对吧？它也可以形成一个扩张中枢，也就是把前面这个低点打掉，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扩张中枢，也可以，只要不跟前面的这个高点接触的话都没有关系，对吧？如果说接触的话，那就变成了什么呢？如果说它这个快速下跌，跌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那说明这个中枢升级了，也是可以的呀，那就深了，对吧？那就是先回来，这样的话，这个中枢升级了，这个中枢升级了，就变成了这个是大 A， 这个大 B 都可以。所以说，以最后一个中枢来作为我们的这个分析的重点就好了。只要不出现快速往下杀的，那么它就不会出现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好了，这是简单对指数说一下分析，然后看一下，朋友们提问，有这个12位朋友问谷歌，对吧？谷歌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因为它昨天应该是开了一个 I/O 的一个大会，对吧？受那个消息刺激，然后谷歌今天对吧？昨天开了一个 I/O 的 keynote， 开了一个大会，然后这个造成了今天现在涨了 4.72%。那么我们之前说过，周线上先看一下周线上一个结构，我们把这个其他的不需要的这个高低点都给它切掉，这样的话我们就关注在什么？说一下周线上，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这个起涨点 83.45 起来之后，它是一个1、2、3、4、5浪进来，然后开始做中枢，然后从208跌到142的话，也是在其实就是回到周线上的中枢里面来了。那么现在出现了一笔反弹，这笔反弹也够比了，周线上也够比。那么如果说你从这个208往下测的话，你可以看它反弹的力度、反弹的位置。
现在快接近 0.5 了，现在快接近 0.5， 具体它到哪儿我们不知道。我说过很多的这个黄金分割呀，或者叫斐波那契，就类似一个我们开车的时候那个十字路口，你需要到了十字路口之后再看路况，对吧？到了十字路口或者没到十字路口，你也要看路况，就看当下的路况能不能够成为一个阻力，你需要看当下的情况的。所以现在周线上还是一笔上涨，虽然说快到 0.5 了，但是还没有出现这个顶分型，对吧？再看一下次级别日线上，也就是从142这个起涨点，142这个起涨点，我们现在只关注142右面这些。那么现在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之前有一天，这是5月7号这个大跌 7.5%， 当时的新闻刺激、消息刺激是什么呢？是这个苹果可能要换掉这个在苹果手机上的这个谷歌搜索还是怎么着，刺激了这个谷歌当天跌了 7.5%。但是你会发现，消息上的这个大跌刺激刚好形成了这个技术上的图形上的一个买点，对吧？当时回跌这个位置刚好是形成了我们说的这个中枢的结构买点。什么是中枢的结构买点呢？就是这些都是构成中枢，那么这些都是结构买点。那么前面这个142是1买，那么这些位置都是2买，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完美的2买点。那么你敢不敢买那是一回事儿，对吧？但是你能不能够分析出来也是一回事儿。你首先你要知道这种情况肯定是在技术上只要不跌破 142.66 的话都是2买，对吧？那么你现在能分析出来你才敢买，再加上你对这个公司有信心，基本面有信心的话你也敢买。所以说永远不是暴跌的时候去割肉，或者说暴涨的时候去追涨，而是相反，涨的时候发现力度弱的时候。什么叫力度弱呢？就是有背驰。我们做这个交易或者用缠论的时候就是找背驰。那么有没有背驰，对吧？有背驰了，那么它即使是一个暴涨的话，它的小周期有背驰你也要卖。但是如果在下跌的时候它出现背驰的时候，你要去买而不是去割肉。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小转大，就是没有背驰。比如说这种情况1、2、3没背驰跟1比较，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按照背驰理论进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进去的。但是呢，你需要去它的更小周期，比如说它开始反弹了，这个位置你需要去它的更小周期看。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看的是日线，那么你可能需要去60分钟或者30分钟去找到这个小周期，可能有一个小转大，就是它以小周期里面慢慢往上爬，小周期里面出现反转的时候，那它也可以不背驰，直接涨回来也可以慢慢爬回到你这个1的这个起跌点。也可以的，这是一个禅师里面在缠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小转大。所以说不是说没有背驰它就不可能涨回来，对吧？小转大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小转大你需要通过小周期的去买它的2买，而不是说在大周期里面买1买，这是有区别的，在这里稍微说一下。那么这个针对这个谷歌的话，就是现在日线上不是已经有这个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了吗？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的一个力度，用这个斐波那契扩展器，就是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的空间，刚好现在已经是突破了等比例，等比例在170，现在是今天这个大涨是突破了170，但是受阻于2根均线，这是200天和120天，对吧？但是目前表达是强的，为什么说强呢？看它的 MACD。看这个的 MACD， 张口张得很大，对吧？快慢线的张口张得很大，然后柱子的长度开始伸长，所以这都是这个强势表达，所以说你有的话可以继续拿，而且它如果说能有效站上170.86的话，那就是不背驰了。不背驰的话，那这个离开段完全可以到 1.618 再停止，然后开始有回落回不来的话，还是3买，还可以打高点，对吧？所以说针对小周期的话，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但是针对日线的话，你有的话现在可以继续拿。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有没有更多的这个信息，也就是说看一下它的小周期够不够饱满，够不够这个跟我们的这个什么叫饱满，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模型比较，是不是每一个这个构成模型的这个构件都有。但是呢，在1小时上它是有几个比较不太好画的原因，就是有几个好多缺口，那么这一段也是不够比，
然后这段回落也不够比，所以说我们用一下30分钟，看一下30分钟上应该更清晰一点。那么30分钟上这也是有一个跳空缺口，但是呢这个回落是够的，所以说我们把30分钟画到这里，我们把30分钟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中枢，这就是30分钟上的一个中枢。那么30分钟的一个中枢是它的构成是这样，这是一个开始，我看这个回落也可以当成一笔，这样的是一个5浪，1、2、3、4、5，然后开始2次回落构成中枢，然后今天是尝试离开中枢，对吧？是开盘的时候这个快速往上走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当时我是注意到这个位置了，所以说发现了这个当时起来，而且它是在30分钟上是有结构的。那么如果说你能发现它的话，是可以当下就进的，就是如果说你能发现它。那么现在它又开始走离开了，对吧？那么走离开也够比了，就是如果说够比之后，你如果说在小周期想打个短差的话，先等一个这个顶分型出现，要出现一个明确的顶分型，就这个时候啊，如果说它是表现强势表达的时候，你就需要稍微等一等，因为你可能做的周期太小，很容易卖飞它。在这种强势表达的时候，可以多拿一拿，等待一个明确的这个顶分型。如果说你仓位比较大，已经是赚利润很丰厚的情况下，出现明确顶分型时候，可以稍微卖一点。卖一点之后，看它这笔回落，回不来的话，还是小3买，还可以打高点。它可以在上面再做出来一个中枢，也就是说30分钟上，它现在只有一个中枢，对吧？它完全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出来第2个中枢之后再结束整个这波上涨。那么这样的话，利用我们刚才在周线上看的这个黄金分割，它有可能冲到183去，对吧？所以说在强势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拿一拿，这是没有关系的。好的，这是简单说一下这个谷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因为大家好像提问的比较多，那么因为时间并不多，我们每一个人先分析一个好吗？先看一下这个 K 朋友问的 XOXX， 3倍做空芯片的这个 ETF， 对吧？3倍做空的一个衍生品。你问那个可以买吗？这种啊，如果说你是做3倍做空这个芯片的，怎么说呢？因为它也应该是在等这个英伟达财报，对吧？英伟达财报没出来之前的话，不会有方向，也不会有大涨或大跌。所以说，你如果想做它的话，只能去5分钟上去做，甚至是去1分钟上去做。那么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把1分钟或5分钟它这个周期分析得很清楚。但是整体来讲，这种3倍的只适合，如果说它没有这种明显趋势的时候，它只适合短期持有，就是你只能做日内的。所以说，都是刀口舔血吧。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能力把控3倍，毕竟它这个损耗比较大。如果说长期持有的，因为它3倍的嘛，相当于一个加了杠杆的。所以说，这种我并不建议你去持有。起码我现在，在那个英伟达财报之前，我是不会去买它的，对吧？你可以在英伟达财报前的第1天或当天你赌一下可以，但是现在我不建议持有，没有方向。然后再看这个，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先分析每人分析一个，这样的话，如果时间够的话，可以再回来再分析。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叫丁朋友问的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最近也是涨的是不错，然后尤其是这个最近好多那个媒体采访那个马斯克说他最近5年之内还是要在那个特斯拉任职，可能是刺激到这个股票了。那么现在特斯拉的结构，它在月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月的底分型，这里是出现了一个月的大的底分型月线。那么周线上，这个是周线上已经有一笔上涨了，从214反弹到354，已经够一笔了。如果说你从前面这个488回落的话，你可以先测一下，刚好是到了 0.5， 发现没有？刚好是到了 0.5 这里受阻了，但是现在也没有出现顶分型的，这只是说我们到了一个可能的一个压力位置，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分析它一下它的次级别。
日线上一笔上来，这跟那个大部分的股票都是这种类型。因为这个4月9号的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正常的话其实可以画成3段也可以。特斯拉这个对也是一个3段，所以说现在日线上正规化的话只有一笔。看一下它的这个1小时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最低点214上来之后，它这个结构跟那个这个标普差不多，它也是高低点有接触，看到没有？这个高低点有接触，然后这是一个扩张之后的大中枢升级了。那么针对这个的话，它现在勉强的出现了2次回落，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好是这里好像是在做了一个中枢出来。这里是有过1次回落，前面这次回落在1小时上不够比，那么这个里是有1次回落，然后它这个没打低点，它这里需要打一个低点，我们看一下这个低点是哪个更低，341.65， 341刚好够了，这个刚好够了低点，也就是说，那么这个位置刚好出现了2次回落，形成现在潜在的一个中枢在这里出现了，这里是潜在有一个中枢。因为下面这个中枢是有升级的，这个是升级之后的中枢，那么它2次回落还是300，对吧？但是呢，因为这最后这边就是最后这个中枢的现在构成段，就第3段，它的构成段现在还不能说它结束，对吧？它可以你等它这个收平吧，等这个 MACD 收平之后，看找机会可以进，因为这2次回落之后，针对下面这个大中枢还是300，对吧？它可以按照我们刚才在这个标普上说的那个模型。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上来一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了，升级了，升级之后就变成了这大 A 中枢，继续往上走，这就是小 B， 然后在小 B 中枢里的内部可以有2个中枢，就是小 B 的 B 中的大 A， 然后可以有一个 B 中的大 B。特斯拉现在在哪儿呢？特斯拉现在在这儿，在做这个中枢。所以说你有了这个模型之后，你就知道它的位置。这个标普是在做这个中枢，它是有区别的。所以说，这个不同的股票啊，它这个节律是不一样的，就是针对这个特斯拉。然后再看这个苏珊朋友问 RDDT， 这 Reddit 买早了，买在了111，现在可以补仓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Reddit 它好像也是它的这个盈利啊，主要也是靠广告，毕竟就是一个论坛嘛，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现在是周线上刚好是反弹够一笔了，从这个最高点下来之后，周线上刚好是反弹够一笔，然后现在周线上也出了一个上一周的这个 K 线，这个比较难看，上影线太长了。然后还出现了周的这个顶分型了，对吧？如果说它要是先跌破前面这个位置，构成一个3段的话，那你就要等一等了。这种可能性现在是不能够被排除掉的，尤其是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说明这个它这个反弹这个段相对的比较弱。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反弹到连 0.32 都没碰到，反弹的非常非常弱。然后现在就开始有回落，所以说你说想补，我是肯定起码看周线上是不会去补的，我可能会再次等待它跌破81之后，出现大周期有背驰的时候，可能这个位置会多加一点。起码这是大周期上，我们看一下日线上有没有它这种要这么走的一个倾向。那么日线上从81这个位置，这是也是4月9号破坏掉，但是一个123，它的结构更饱满，所以说这里是有一个日的中枢。那么它这个结构太饱满了走的，这是一个技术段，然后构成中枢，然后还打了一个高点，这已经那什么了，而且现在都跌破了前面这个中枢的这个最低点，也就是前面这个低点那个位置102.8，这个走的有点急。如果说它走的越来越快之后，这个 MACD 如果张口张得很大的话，那基本上大概率就要跌破这个81。所以说现在你只要不补仓都不错，你也不要割了，割肉的话也没有必要，毕竟看一下到81能有多大空间吧，20%相对还是有点大的，因为它已经跌了够一笔了，你现在割肉的话，它完全可以弹一下然后再跌，因为它日线上已经够一笔了嘛，它完全在次级别可以弹一下继续往下走，所以说你要想减仓的话，或者说想那个想
先出来一点的话，等到有反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的这个小周期。1小时上没有明显的，我们看一下30分钟，30分钟这里有一次反弹，然后下的太快了。我们看一下15分钟上，15分钟上基本上这个结构已经挺清楚了。看一下15分钟这个结构，够不够饱满？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用它来判断有没有反弹。这里做了第一个15分钟中枢，然后这个反弹。其中有一笔反弹不够笔，但是后面的结构是够的。如果说这么先把它当成第二个中枢的话，我们看一下高低点没接触，然后跌的现在动能也不是非常强，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说现在割肉的话有点晚了。等它弹一次之后，甚至是走出一个结构来3段，它如果说能走出一个3段的时候，最好是在这个位置接。或者说你去对冲一下做空它也行，买点什么 cover call 啊，叫什么玩意儿的，如果说有这个能力的话，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它现在有点开始走坏了，起码我个人倾向是要跌到81之后，跌破81之后可能才有更大的这个财报也已经出完了，所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消息刺激了，对吧？这个相对的不太好。这是我看有一位朋友说，林朋友3买机会太低，可能区间上就要追。你说的是哪只票呢？3买的话，如果说呀，缠论里面是不追，比如说这个出现这个中枢，然后你想追3买的，你可能觉得3买这个位置，比如说这有一个3买，这是3买，你是说追在这个突破是吧？看情况，不是说那个任何的突破都要追，一般我们是不追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它的小周期，单看一个周期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力度。如果说你发现这个离开的时候，这个力度次级别是这种浪形模式往上走的时候，那就力度强，那突破的时候是可以尝试加一点的，或者说那个追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它出现了中枢震荡，然后你一追，这里有一个中枢。但是它的小周期已经非常饱满了，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你大概率一追就是追在最高点，你一追它就回来，很有可能是这样。这种情况是偏多的，所以说不能够简单的说，是突破的时候就要追，而是要看它的内部结构，你才能够更精确的把握这个位置是应该减仓卖掉还是应该去加仓。所以说没有简单的这个1+1等于2这种简单的这个答案。然后大家提问的个股已经这个大概每个人都说完了，我们再说前面有一位朋友问的这个 UVXY， 这个 UVXY 啊是做空这个震荡指数的，也就是说震荡那面如果说是不是。跟 VIX 是一样的呀，那就是说也不是做空，所以说它也是买的就是那个震荡是吧？它不是做空，还不是做空。那么现在这个 VIX 的话，我们在这个其他分析时候说过几次，它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明显没有强势表达，对吧？你可以利用这个 VIX 去看它也行，但是用它也没有关系。你看这段的起来的时候，或者说跟前面的所有的起涨，还有这段。你去看它的 MACD， 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买 VIX， 这就必须要爬到0轴这里，必须要爬到0轴附近的时候才会起来。你所有的没有到，你看它这个冲了一波到0轴被挡住了，然后这波也是基本上在0轴上下附近起来的，看到没有？所以说呀，你这个起码要收平吧，快慢线要收平，然后起码往上爬一爬。所以说，这个 UVXY 的话，没有任何出现强势的状态。你如果说想埋伏一点的话，也没有问题，对吧？可以埋伏一点，但是仓位不要放得太大。整体来讲，没有表达。我们进的时候，其实不需要抢跑。就以这个谷歌这个为例子，你不需要抢跑的。你在这里埋伏，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你只要分析好结构之后。
你发现这个位置开始走的很强的时候，你可以第一时间进去的，差不了太多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虽然说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多说两句，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这段。那么你知道这个结构之后，在它5分钟上开始出现走强的时候，你看它这个5分钟前面是一个1、2、3，这不是结束了吗？3段，然后这个的二买呀，这是5分钟上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二买，然后快速拉升。你如果说一直在盯着它的话，那你一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应该进了，就是这个位起码能进在166。你进在166和在173，如果说你只是做日内的话，你后面这些全能吃到，对吧？你不需要说我一定要买在164，你164和166有区别吗？没有大区别的。如果说做日内的，所以说不是需要去埋伏它，我们要的是要强弱多空转换。强的时候一定要有强的表达才行，你没有强的表达，你在这里光埋伏它不动也没有办法呀。你如果说在这里埋伏，在这里埋伏，对吧？那它是有表达了，但是你能耗得住的话也行，你耗不住的话，你也是吃不到的。等到开始出现的时候，它一出现，你能知道。你明显如果说一直在盯这个，什么叫盘感？什么叫盘感？就是你每天在盯它的时候，你发现这磨磨唧唧的这种没有什么那个空间的，今天就不一样了，突然上来了，你就知道了有变化了。我们要的是变化，有变化，第一时间你就要发现这个变化，你能感觉到这个变化，这就是盘感。就是很多人天天做的这个票，手里面可能是10只8只的，根本看不过来。你的做的票一定要精简。要专精做几个，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发现，要不然的话，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在173了，你去追它吗？好的，那么的话，我们的直播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这个明天继续。